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款设备不到一个手掌大，却能满载的跑150瓦的 RTX 4080，你会相信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波仔分享，我是波仔。那前段时间魔方发布了一款外置显卡屋 G1， 那体积只有 0.7 升，却敢塞下一颗满血版的 RTX 4080M。那不仅支持 USB 4模式，还能够通过更换模组来解高更高带宽的 Alcolink 接口，那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小体积大性能。那这次 G1 一共推出了3款配置，分别是 4060M、4080M 以及顶配版的 4090M。外置 DC 电源加 PD 一线通的设计，那直接插上笔记本或是迷你电脑画面供电数据一线到位，那整张桌面立刻干净了不少。那么这台小巧的 4080M 显卡，那到底实际体验如何？ Alcolink 接口和传统的 USB 接口相比，那性能到底能够拉开多大的差距？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一探究竟。产品名称：GPU， 型号 G1， RTX 4080M。我们打开包装盒，取出机器的本体，拿出所有的配件，一根电源线，一根 Alcolink 视频线，一根 USB 4数据线，一个可更换的 Alcolink 模组，一个内六角扳手。电源来自行家 19.5 伏 11.8 安230瓦。机器整体采用黑加灰的一个配色上盖和下盖均为塑料的材质，两侧和底部为进风口。那上边这边是机器的出风口。我们来看一下机器的一些接口。电源开关，长按可以开机。那开机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切换风扇的一个散热模式，共有3种模式可以切换。这边是2个 USB 3.2 5G 的接口，连接 PC 的雷电接口，最大支持85瓦的 PD 供电，还有一个 Type-C 接口，40G 的速率，最大支持 4K 144Hz 的显示输出。我们来到机器背面， DC 电源接口，一个 DP1.4， 2个 HDMI 2.1， 那这3个接口都支持最大 4K 144Hz 的显示输出。那这里还有一个 USB 3.2 的接口，5G 的速率。拆开前面板4个螺丝，我们揭开上盖。那这里是可更换的 USB 以及 Alcolink 的一个模组。大家看到这边供电这边的2个铜柱没有很是粗壮，看起来好猛的样子。这边还有个开关，看这边的英文介绍估计是我们这个固件升级的一个开关。我们来到背面，揭开名片一侧的脚垫，卸下这2颗螺丝，揭开底盖。那这个涡轮看起来有点大鳍片和风扇之间也是做了密闭的处理。那估计机器大部分的重量都来自于这个散热器，相信温度会有不错的表现毕竟比我们笔记本的风扇大了不止1星半点。魔方 G1 最大的特点就是超级便携，机器尺寸长140毫米，宽100毫米，高度仅为54毫米，0.7 升的一个体积，单机约重684克。我们可以这样放，也可以这样放。那因为是外置的 DC， 那 G1 在桌面的占用率非常的小，加上86瓦的 PD 供电，大大减少了我们桌面上的线材。那不仅提升了桌面的空间利用率，也让我们的桌面看起来更加的清爽。接下来我们请出魔方的 S700， 接上电源 USB 数据线，我们开机。首先我们需要在官网下载并安装驱动，然后我们打开设备管理器，在显示适配器中我们可以看到 NVIDIA RTX 4080移动版。我们打开 GPU-Z， GPU 型号 AD104， 5纳米制程，7424个酷打核心，显存大小 12GB， 有效显存带宽 432GB 每秒。打开 G1 的性能模式 LED 显示红灯。在环境温度27度的情况下，我们打开 ForMark 对 G1 进行了烤机测试。在最开始的1分半钟， GPU 最高功耗来到了150瓦，整机功耗最高在208瓦左右。GPU 温度83度以后，机器开始降频。最后 GPU 功耗稳定在125瓦左右，整机功耗稳定在175瓦左右。
在整个烤机的过程中啊 ，GPU 最高温度83.1度。那因为开启的是 G1 的最高性能释放模式，所以在整个烤机的过程中，机器的风扇自然是不大安静。加上我们这个楼上正在装修啊，现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那我们把分贝仪贴近机器，一起来听听这台小钢炮的咆哮声吧。打开3D Mark， 我们一起来看看 G1 的一些跑分情况。Speedway 最后得分4071分。SDR Nomad 3912分 ，TimeSpy 12453分，其中显卡分数12710分 ，FireStrike 19457分，那其中显卡得分20557分 ，Portnoy 8897分，那最后显卡压力测试97.3%压线通过。我们再来看看在 USB 连接模式下 G1 在游戏方面的表现。首先是黑神话悟空 4K 分辨率开启大力水手，超采50自动增生成，影视级最高画质，我们进行评估测试。平均帧率53。赛博朋克2077 4K 分辨率，光线追踪低的预设模式，开启大力水手进行评估测试。平均帧率67.38。古墓丽影 4K 分辨率，大力水手质量模式，预设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整体分数61.81。荒野大镖客 4K 分辨率，画质为平衡最高档，开启大力水手性能模式，运行评估测试。最高86帧，平均帧率46帧。巫师3在 4K 分辨率下，预设为光追。游玩起来还是比较顺畅。GTA 5 4K 分辨率，画质开到最高，在街景的场景下啊，帧率基本维持在80帧左右，游玩的体验还是可以。最后我们来看看绝地求生啊 ，4K 分辨率，画质为预设中，在跑图的过程中，帧率基本维持在90帧左右，游玩起来的体验啊比较顺畅。接下来我们安装了一个欧拉玛，再通过 Allison 拉拉玛调用 DeepSeek 的 R1 14B 模型。还是问几个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啊。首先是这个脑筋急转弯，推理过程14.3秒 ，35.15 token 每秒，答案正确。然后是2个简单的数学推理问题，34.44 token 每秒。在整个推理的过程中 ，GPU 最高功耗132瓦。那以上啊就是 G1 在 USB 连接模式下的一些测试和游戏的体验。那现在我们来把模块换为 Alcalink 接口。模块的更换比较简单啊，卸下这边3颗螺丝，和 NVMe 硬盘一样，取出 USB 模块，取出这边的挡板啊，这边挡板很小，大家一定要记得保管好。安装 Alcalink 模块，固定好螺丝，装好机器。我们取出这款带有 Alcalink 接口的8845小主机，插好相关的线材。首先需要打开 G1 的电源，而后该对小主机进行开机。接下来我们继续使用 3D Mark 来对比一下 Alcalink 和 USB 接口在性能数据上的一些区别。首先是 Speedway 4553分，相比 USB 接口的4071分，提升了11.8%，提升幅度不小啊。我们再来看看 SDR Nomad 4115分，相比较这个 USB 接口的3912分，提升了5.2%。TimeSpy 显卡分数17690分，相比较于 USB 接口的12710分，提升了将近39.2%，差距相当的明显啊。FireStrike 显卡得分34311，相较于 USB 接口的20557，提升了66.9%，那这个提升的幅度就相当夸张了啊，几乎接近翻倍的一个性能了。最后是 Portnoy 10962分，相较于 USB 接口的8897分，提升了23.1%。所以啊，从一系列的 3D Mark 跑分来看， Alcalink 接口在大多数的项目中都明显优于 USB 接口。那尤其是在 TimeSpy 和 FireStrike 啊这类对带宽敏感的测试中，那优势非常的明显。
对于使用外接显卡坞的用户来说如果你追求更接近原生显卡性能释放，Alk-Link 无疑是更值得选择的方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游戏方面的一个区别。所有的设置均为 4K 分辨率，其他的画质和 USB 接口模式下的设置一模一样。首先还是黑神话：悟空我们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率64帧；赛博朋克2077平均帧率89.58帧；古墓丽影79.44帧；荒野大镖客84.9帧；GTA 5还是接近120帧左右。最后还是来看看绝地求生，125帧左右。制成图表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提升最为明显的是荒野大镖客提升幅度达到了 84.57%， 这个性能几乎翻倍了。那其次是 GTA 5和绝地求生分别提升了 50% 和 38.89%， 赛博朋克2077和古墓丽影也分别提升了 32.96% 和 28.52%。而黑神话：悟空虽然本身的负载很高，但依然有 20.75% 的一个提升。那我们依然通过 Anison Llama 调用 DeepSeek 的 R1 4B 模型，还是刚才脑筋急转弯。整个推理的过程用了 7.8 秒 33.39 token 每秒，推理过程相较于刚才快了将近1倍。那接下来的2个简单的数学推理题目，答案都是正确，39 token 每秒左右。那我们结合刚才的 3D Mark 跑分结果实际游戏帧率的测试以及本地部署 AI 模型的推理速度来看，Alk-Link 不只是我们游戏玩家的一个福音，那对于需要调用大模型进行本地计算的 AI 用户来说，同样能带来明显的性能释放优势。那无论是帧率、吞吐量还是响应速度Alk-Link 都远远甩开了我们这个 USB-C 接口。那特别是在高负载多线程的 AI 应用和3A 大作中这种差距已经成了能不能跑和能不能爽的区别了。所以回过头来看看魔方这款 G1 外置显卡坞，那不仅仅是一个外置显卡扩展盒它在体积、性能释放、接口灵活性以及整体做工上面的完成度都远远超过我对一款迷你eGPU 的一个预期。0.7 升的一个小体积，配合外置 DC 电源接口和 PD 一线通的设计，让它在桌面上的占用几乎可以忽略。那同时它还支持可更换的 USB 和 Alk-Link 模组。那不管你是用雷电接口的笔记本还是转为 Alk-Link 打造的这个小主机，都能够灵活适配。双 HDMI DP Type-C 视频输出接口也完全满足了多频档和内容创作者的使用需求。在 Alk-Link 的模式下无论是 3D Mark 跑分，还是大型3A 游戏以及 AI 推理模型，那 G1 的性能释放都已经非常能够接近这个移动端平台的一个天花板了。虽然和我们这个桌面级的显卡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如此小的体积下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相当难得了。而即使是退而求其次的 USB 模式它也是能够满足多数主流的一个应用的需求。当然它也并不是没有槽点G1 在高性能模式下风扇噪音确实不小，那尤其是在烤鸡、3A 游戏等全速运行的场景下，那散热涡轮就是散热器的涡轮风扇转速较高，整体噪音很大，属于性能拉满时带来的一个副作用。不过在 0.7 升的体积下能压住150瓦的 4080M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那目前这款搭载 RTX 4080M 的版本官网售价1129美元，价格不算亲民但考虑到它的便携性、性能释放、接口扩展性和整体的表现，那如果你正好有移动端扩展显卡的一个性能需求，它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方案。那当然，你只是轻度娱乐或是偶尔跑跑模型，那可能更适合选择一些入门级的型号，那比如它的4060版本。好吧，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老铁们长期以来的支持、理解与厚爱。我是波仔，我们下期视频再见。